我是白魔法，是这节课的主讲老师。这节课的内容主要讲头部五官素描。这节课主要会讲到的一些知识点呢，第一，头部的骨骼和肌肉；第二，头部及五官比例；第三，透视及规律变化；第四，我们会做一个示范练习。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张头骨图。那我们都知道，头骨对于头部的造型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掌握头骨的结构是表现头部的根本。由于我们头部的肌肉层比较薄，而且紧紧贴在头骨上，所以头部骨骼对于人物外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头骨表面上呢会有一些起伏，还有一些转折。这些呢就决定了我们就是人物的长相。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头骨呢其实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呢是头颅，那脑颅，这是脑颅，就是这边整个像一个球一样。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面颅，面颅呢就是从这个眼眶下面开始，这一块就是面颅。那头颅呢占了2/3，面颅呢占1/3。那我们可以大概记住一下，我们这个头骨上面那些就是凹出的部分起伏的，比如说我们的鼻骨、鼻弓骨，就是鼻子会就是凸出来的。为什么这里会凸出来？是因为我们这里会有鼻骨，还有我们的眼眶是凹进去的。还有颧骨，像我们这边颧骨会有个骨头凸出来，有些人他可以从他的就是外部长相可以看出，有的人颧骨就特别高，有的人呢他会，比如说腮帮子比较大的话，那就是下颚骨这边呢会比较突出，那看下巴尖不尖呢，我们就看那个下颚骨了。这个下颚骨它要是比较窄呢，比较长的，那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尖下巴，是吧？那下颚骨比较短呢，那比较短比较宽大呢，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国字脸，然后再加上那个下颚骨这边这个就是咬肌这里比较发达的话，那我们就是个典型的国字脸了啊。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就是头部的骨骼都会影响我们就是的外貌。大家大概的记住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部位就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面部肌肉。那肌肉呢，就是肌肉的伸缩松紧形成了我们就是人的面部表情。像我们比如说要眨一眨眼啊，就会动一动这个旁边的眼轮匝肌。这边5所指的就是眼轮匝肌，就是我们眼睛周围这一块就是肌肉。还有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动动嘴巴，还有口轮匝肌就会牵扯到口轮匝肌。就是我们就是脸部的肌肉基本上一动一动也会都影响我们的就是一些表情和面部特征。大家可以大概记一下一些我们就是常会动的地方的一些肌肉名称就可以了。主要的呢，我们还是记住我们就是骨骼，因为骨骼是最主要影响外轮廓的。那影响表情的呢，影响我们的表情的呢，那就是我们的肌肉。影响我们的外形的外轮廓的呢，就是我们骨骼。比如说我们要去整容，其实可能也就是说去给它削骨啊，或者垫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是削掉一些什么东西。那不可能我们整容就说整一下这个肌肉，是吧？ OK， 大家可以大概的记一下就好了。好，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呢，就是我们头部的3庭5眼。我们的一些五官比例3庭5眼又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里就是标出了上庭呢
就是三庭分为上庭、中庭和下庭。那上庭呢，就是从发际线到眉弓的位置，就是1/3。中庭呢，就是从眉弓到鼻子下面，鼻底这里也是中庭1/3。那鼻底到下巴底下呢，也是1/3。那我们一般说的就是比较舒服的一些美女或者人的长相啊，基本上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当然我们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相，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是这样子才是完美的，那也有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大概呢就是偏差不会太大，就会在这个距离以内。那如果偏差很大的话，那应该是不是很好看了。那哪个是无眼呢？三庭无眼。无眼呢，无眼就是我们将脸的正面横向分为5个等份，你看分为了5个等份，正面横向分为5个等份，每一等份的长度正好是1个眼的距离。你看1、2、3、4、5，从这边的耳朵这边，耳朵前面到这边的耳朵前面，太阳穴这边，那正好是5个眼睛的距离，5个等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庭无眼，就是比较标准的长相了。大家可以稍微记住一下，这样子我们画人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好了，我们现在讲完了三庭无眼，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比如我们头部的一些透视，还有一些角度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我们中间这个呢是平视的，可以看得出它的视角是平视。那第一张呢就是俯视，俯视呢就是从上面往下面看，平视呢就是平着的。那我们仰视呢就是从下面往上面看。比如说那些小孩子，很小的小宝宝，他们站比我们矮的话，那看到的角度呢就是俯视的，那可能看到的就是我们下巴呀、双下巴呀，是吧？那些比我们高的，比如说2米的那些人看到那些小巧的女生的话，那肯定最先看到的是她的发际线了，是不是？那个发际线高不高，一下子就能一目了然了，是不是？那我们这些在我们画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看这个头部的透视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可以大概的就是做一个归纳的话呢，就是当我们平视的时候呢，这个透视产生的透视变化呢，可能就是2个眼睛之间，你看就是靠近我们的这个眼睛呢就会清晰一点嘛，看的面积会多一点。那远处的呢，眼睛可能会小一点，虚一些。这就是我们平视需要画的一些透视。那还有嘴巴这边的面积会多一些，到转角里面这边呢就会看到的少，而且会虚一些。注意这些转折，这些透视变化，这是平视的。那我们俯视的呢？俯视的我们就会看到的，就头部比例从上至下就会依次就会缩小。你看额头大，慢慢的呢，就是眼睛会看不全。你看这边眼睛也就是眉弓下面，眼皮这里双眼皮可以看得很清楚哈。但是这边呢，当我们俯视的时候呢，就会眼睛还有鼻子下面的鼻孔其实是看不到的，这个角度是看不到鼻孔的。然后下巴呢也会大大的缩短，越到下面呢就会越缩短，就看不到了，也看不到这个。比如说我们有双下巴的拍照，那都会选择那种带点俯视角的，这样拍出来我们都是那种瓜子脸，是不是？那我们不同的角度画出来的人啊，也是会不一样。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脸型非常非常好看的，那我们就可以大胆的使用这种仰视角。仰视角可以看到，就是看到下巴下面的这种视角，它的头部比例呢从上至下会依次的增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额头就看不到了，但是越往下呢，我们的鼻子能看到鼻孔，
然后看到嘴，然后能看到大大的一个下巴，是不是一个大大的下巴？我们在绘画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首先分析一下这是一个什么，这个人画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视角，是平视、仰视还是俯视？那我们就要符合它的透视规律了。之前我们上节课有讲到透视，就把它可以当成一个圆形的去理解这个透视变化。好了，现在我们的一些骨骼肌肉，还有三庭五眼，还有一些透视，我们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找一张就是五官的石膏照片来画一下，来临摹一下。一般我们如果是在画室里面学素描的话，应该也是就是等于有一个石膏像照着画。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是在电脑上教学的话，我们只能找一张石膏像的照片放在旁边，参考着画了。那首先呢，我们找一张眼睛吧，先从眼睛开始。从上至下，我这里找了一个眼睛的石膏的局部。那我们可以首先观察分析一下我们需要画的主体物哦。我们看一下这个眼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眼睛的就是它眼珠呢是球形的、球体的，是镶嵌在我们的眼睑里面的。眼睑的里面有眼皮包裹着它，它里面的眼珠呢其实是一个球体，然后还有看到我们的眼皮是有一定的厚度，然后我们的眉弓骨就是凹出来，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头骨这里是眉弓骨，然后下面呢是眼窝，眼窝处就是凹进去的。那我们这一块颜色会就是调子就深一些，因为凹进去了。那这边眉弓是凸出来的，凸出来的话呢，那我们就亮一些嘛，它就受光会多一些。光从右上方打过来，因为有这个眉弓骨的关系，所以在眉毛下面呢会投下了一些阴影。那我们画阴影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它的虚实。好了，那我们观察的差不多的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老师使用的绘图软件是 Photoshop， 新建一个画布，新建一个图层。那我们就在这个图层上去来画一下这张图。我们上节课有讲到，我们就是画素描第一步呢，就是考虑构图，确定它的左右，在左右上下在画面中的位置，还有它的外轮廓，把它定好。那我们选择我们的。我们先定出它在画面中的位置。这一块石膏呢，局部石膏呢，它是一个正方体的。那我们只要先把它的框架先定出来。那我们今天的就是作画范围应该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框框里面。能看出它有一些倾斜的部分，它并不是完全方方正正的。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一些让它的凹凸、一些起伏给画出来。我们把就是结构画出来，并找出它的暗部位置。用长直线去概括它。有这里眉头，还有上眼睑、下眼睑，都注意它们之间的位置。还有这个眼睑它的弧度啊，它眉头可能是有一点皱着的，有一些皱着的眉头。注意它们就是每个结构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啊，结构与结构之间的距离，这个就会影响到它的长相。也就是说，这个可以影响到这个形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我们可以去观察它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它们之间形成的一个角度，我们开始的时候不要画的，就是不用画的太实，那就会显得太死了。我们可以用轻一点的笔触，就是轻一点，就是自然一点的笔触，放松一点的笔触去刻画。虽然我们就是平时不知道大家照镜子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自己的眼睛，
我们也可以用手，除了观察，我们可以用手去摸一摸我们脸部的一些五官，去摸一下它的那种手是这种起伏变化。比如说我们眉毛这里是凸出来的，是吧？然后它这里就是凹进去的，然后到脸部这里又是凸出来的，这样一种起伏变化，我们要把它就是画出来。在画的时候也可以顺带把暗部的位置找出来。眼睛的变化是比较复杂的，它的上部有上眼睑头下的阴影，下部有球体自身的结构形成的暗部。那上眼睑要比下眼睑厚呢，厚和长，所以位置呢是很重要的，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把就是暗部和投影还有明暗交界线都把它给画出来。其实这个眉弓骨下面很大一部分都是，这里很大一部分都是它的投影和暗部，其实是融合在一起了。其实，所以并不是那么好区分，我们就一起画就好了。它既是暗部也是投影，在我们的就是眼窝处啊。
注意它丰富的这个投影变化，看上去很简单，其实结构变化结构是很丰富的，它有结构在光影下面就会有着丰富的调子。那既然我们有丰富的调子呢，就要把它给表现出来。OK， 现在我们等于是已经统一了这个暗部和投影。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让它过渡的更自然一点。统一了之后，我们再区分一下，做一个区分。好，现在我们暗部和投影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刻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灰调子，我们的三大调其中的灰调子和暗部就是连接起来，让它过渡的自然一点。把背景也处理一下，这样我们好就是突出这个主体，让它用选区工具把这个主体物先选出来，然后给背景也铺一个颜色。我们可以背景给铺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颜色，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比较暗的环境里面嘛，我们也要把就是在一个比较暗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就是也需要把这个背景
那我们在电脑上画的好处，画画的好处就是我们的笔刷可以就是放大缩小，会比我们的纸上方便很多啊。如果我们在纸上画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背景的话，那要画好久好久。好，我们现在接着就是处理一下暗部和投影。它的过渡，它其实这个光线加上了它有这个光线照过来嘛，它再加上它自身的这个暗部和投影已经融为了一块，在眼睛下面它暗部的投影和眼睛已经融为了一块，这时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只能说整体去作画，让它就是过渡的细腻一点。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颜色色阶的过渡就是需要非常的敏锐。而且这个投影它也是有虚有实的，像比它靠物体近的地方就会实一些，像它远离物体，像这里这个眉毛下面投下这个边缘其实是比较虚的。这里可以虚一些。注意它的虚实变化。
你注意一下它的光是从右上方来的，那我们就是在这边眉毛的右边的话，我们要注意留出它光的。其实就是颜色和关系，有的时候也是对比出来的。在它的就是这个投影之下，还是有着很丰富的变化，就是结构。它自身有一个皮肤的，就是皮肤、骨骼、肌肉的一个结构变化。还要同时去处理它，就是暗部和投影，就是因为在一起嘛，所以我们就是在整个暗部区域，我们都可以统一去刻画，不用区分的太明显。然后注意它的这个调子的过渡。它这个眉毛，
所以我们要学会把就是复杂的东西归纳成简单的东西，或者是归纳成我们就是很好理解去画下去的一个东西。注意它们关系之间的过渡。
注意它就是每一块肌肉之间它这种过渡，让它柔和一点。这投影它其实是注意它眼皮的厚度。在这里，它是上眼皮投下来的阴影，还有我们的投到了我们的眼角这儿，还投到了我们的眼珠里。那这个投影的就是弧度，就决定了这个眼球它的形状嘛，是眼球的形状是圆形的，并且是包裹在里面的。那我们就把这层关系要表达清楚。注意过渡。其实我们这时候，它这个眼珠啊，这个眼珠的眼白部分，它已经就是被阴影就是融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们在刻画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影子的作用之下，很多事物它都跟原来的、跟我们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可能白的比我们想象中的，比我们之前理解的东西要更黑。黑的地方呢，也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白，或者是。所以很多时候黑和白呢，并不是那么绝对，而是对比出来的。
其实你只要一开始就要把首先的就是第一层关系啊，就是随便一个局部的关系找准了之后，你后面就可以慢慢的延伸过去，就跟着这个关影。像这里我就已经差不多找准了这个关系了，然后慢慢的我就可以延展着这个暗部一直延伸过去，让它去慢慢的过渡的自然。注意光的衰减，哪怕是一个暗部，它也是离光的这边的暗部会更亮的，注意它的衰减。它下面的眼睑是包裹着这个眼珠，这跟我们所说的眼袋是一样的，就是它可以把它当成就是眼袋。眼袋怎么了？它其实就是有个袋子一样的嘛。注意，现在我们就开始把反光，注意反光，虽然它的就是面积很小，但是也是有反光的。这里的反光和眉弓的这个投影衔接到了一起，而且这里还会有一个眼袋自身肌肉的变化，这种感觉，我们需要把它都刻画出来。
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对比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准它们的关系。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为什么它这个反光会有点多？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跟我们皮肤一样，它是石膏体，它是白色的，白色的本来就很容易容易产生反光，白色的物体。我们把这个上眼睑的厚度再刻画一下，暗部的这个暗部的。注意，它其实是有2层投影啊。首先呢，我们你看这一层投影，这一层，这个是整个这个眉弓投下来的影子。那这里还有一层投影呢，这里的投影是它的这里这一部分投下来的影子，在投影里面还有更深的投影。
在这里我们不用画的太黑了，就画它太黑了，不用用纯黑去画，太黑的话就太死了。这里是要表现这个皮肤褶皱的一个关系，它除了有凹进去，其实凹进去也就是它的这一块的皮肤褶皱嘛，眼窝。它转折是非常细腻的。我们可以把这些投影部分都连接起来，增加它的就是流畅性嘛。其实它每一个就是暗或者深下去的都是有关联的，要么就是投影，要么就是它这个皮肤自身结构有隆起来或者是凹进去，要么就是它的一个体积体现，要么就是它的光在上面产生的丰富变化。我们就是层层递进嘛，或者是层层递减这样子。现在把这个石膏这一整块的边缘给处理一下，那我们再重新把它给选，用选取工具 L 快捷键 L 把它给选出来，选出来之后，我们就好刻画边缘，这个石膏的边缘。
这里它亮一点是什么？是因为它这里可能会有鼻子的结构，慢慢的反过来。在眼睛旁边嘛，会有鼻弓骨嘛，鼻骨。虽然它没有这里没有这个雕塑啊，石膏它没有弄出鼻子来，但是它仍然在这个接近鼻子处的地方有着丰富的结构变化，微弱且丰富的结构变化。在这里，在这些微弱的变化，我们可以用就是比较让它过度的柔和一点吧。还有我们这边在这边这块区域有一个光的衰减，那光从这边来嘛，光从这边来打过来，这里肯定会越来越亮，这边是亮，到这边慢慢的就会过渡到暗了，是有一个色阶变化的，整个都是，这边是光这样照亮，慢慢的这边的皮肤就会暗一些，这边其实皮肤应该是怎么说呢？同一颜色下这里是属于暗的，因为的光是有个衰减嘛，这边就会最亮。我们根据最亮的地方就可以判断出光从哪个方向来。这里这个转折让它过渡的圆滑一点，这里其实是有一个转折。它这个转折其实是存在着一些穿插的，还有一些就是它脂肪、肌肉一些凹凸的不平整。因为只有加上了这些，我们才能够更自然。我们才会体现出它既能就是丰富自然的光影，又有丰富自然的就是肌肉走向。
这个眉毛的结构它是其实有点皱着眉的，所以当我们皱着眉的时候呢，这眉毛它的结构就会更多，有褶皱嘛。注意它这个眉毛的整体关系，我们先把整体的一个关系，画出来了，我们再去画它之间的那些分出来的那些毛发。注意它这个肌肉啊，它是有一些肌肉的坑坑洼洼的现象的，我们就把它也表现出来。就我们就是在把这些丰富的细节变化，就是掌握的越来越到位的时候，我们这个画才能就是越来越细腻。
就是我们越画到后面，就会越能够理解它这个结构走向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这么复杂呢？好多穿插，好多关系，投影和暗部的叠加，让我们就是无从下手。但是当我们就是越画，就会觉得哦，理清楚了，原来它这里是是暗是投影，这里是它的肌肉变化，这里是就是它的结构啊，它整个的光，你就会越来越理解它了。之后呢，你就画的，你就心里就有底了。这时候我用的笔刷，其实画这种细腻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笔刷的那个硬度、软硬度可以调的软一点。我们现在越来越能够理清楚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无论是自身的结构也好，光影也好，还是说它的肌肉走向也好，或者是它眉毛的毛发走向，我们也就是在画的过程中，就也更能越来越清楚这个结构关系了。它们都是等于说每一条线呢，其实都是有首尾相连的吧，可以这么说，并不是莫名其妙的这里就黑，也不是莫名其妙的这里是白一块黑一块，而是都是有原因有结构在里面的。这里其实是有，在这个下面是有反光的。
注意它这个眉弓下面的反光，这里只有把反光就是表达出来，你才能就是让它这个转折转过来，就是这样子。你看，原来是这样子，这里是一个这种关系的。在这一层呢，我们的就是反光区域，这里呢是明暗交界线，这里是这根线是明暗交界线。那下面这个蓝色的这块区域呢，就是反光的区域，这样我们这个面呢才能转过来，我们把之前画的那个线，最开始的线条，就是画的结构线和阴影，还有它的体积都融合起来。我们每一个转折其实都是由什么？由5大调给构成的，缺一不可。这里的投影，因为它这个眉弓和眼皮的距离很近，所以这个投影就非常实，也可以说是你画的时候可以用笔可以锐一点。
这个投影从眼角这是实的，但是慢慢的它渐远的时候它就虚了，慢慢的也就弱化了，也因为光照过来了，也因为它自己的结构也弱了，这是双重关系导致了这里是实和虚，由实过渡到了虚。注意这里面的眼珠它是个球形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把它就是转折处理，看上去是个球体，把它当成个球体去画就可以了。这眼珠，它这个眼珠有凹出来的一点，所以呢，在这里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暗面。注意这个球体的，我们把它当做球体去画，这个球体的过渡。这里的反光加上去，它既是反光也是结构。
注意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个反光的，虽然很小一个面积，但是它其实是有反光在下面的。我们只有处理好了这个眼袋才不会太死了。这里，而且这里的过渡要虚一点，太实的话也会。这里也是有一个衰减的衰减。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加上它的反光。好，就是在这些投影，就是让它虚与实就是结合嘛，很好的把它结合起来。虚与实还有它自身的一个结构，肌肉走向。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眉毛这里，把它这些毛发，这应该属于是眉毛里面的毛发，让它柔软一点，用支笔触。除了画出它的这个整个走势之外，我们注意它这个线条感是很柔软的。注意，像这种画这种毛发投影的时候，你要它的笔，就是注意一下，它是两头尖，中间粗。太深的话，就是也是把颜色让它就是统一一下。
注意它的一个体积。注意它们之间丰富的就是调子，丰富的调子。那除了在这里，我们也还有一些，就是同样的是让它这个笔触感觉是让它两头尖，中间粗。我们怎么选这个？比如说我们画到这的时候，就是老师怎么会知道这个亮部应该用什么颜色呢？你就其实用吸管 Alt 工具吸旁边一点的白色就可以了，而且又快又准，应该可以，因为它就是一个光衰减慢慢衰减过去的嘛。就吸旁边比它白一点点的颜色就没有错了。这边也是，你看，就用吸管工具吸这边比它浅一点的颜色。我们现在是对，就是在画这个亮部。
这里是有一个结构，从这个投影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结构。像我们过度的就是自然一点的话，我们需要再调整一下。它这里因为可能皱眉的关系，就牵动着旁边这些这些肌肉的变化，有着丰富的肌肉群在把这一块的投影就是统一虚化处理一下。就是我们只要理解了它，这个东西就很好画下去了。这可能就是开头难一点，但其实越到后面其实是越好画的。因为越到后面你就越理解了它这个走向，它这个光的衰减，它这个肌肉的结构之间的丰富的关系。很多地方它都是虚与实就是结合的，从实慢慢过渡到虚，所以没有说绝对的，它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那反正我们记住，靠近物体，越靠近物体的投影越靠近物体，那就越实；远离物体就越虚。还有时候根据它的固有色去做一些变化。好了，我们现在这张画画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整体来观察一下有什么还需要调整的地方。比如说光影它的位置不对，就很直观的就影响了整个走向。这里的时候它会虚一点。还有我们在受光的话，这边的边缘这里。光从这边来的话，我们这个石膏它有一定的厚度的话，我们这边的边缘需要亮一些。
这个顶上也会受到光照。这边这个眼珠的球体，我们并没有把它就是刻画到位，你再把它补一点，让它这个衰减更自然。有的时候就是一笔，它的那个软硬的那个关系啊，用笔软硬的那个关系，就很容易就可以导致这个东西是死的还是活的，就一点点差别。所以我们观察的越仔细越好。这里还有一点反光，我们也需要加上。这里会淡一点，不是很强烈的反光。这张图就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把一些就是最暗的地方把它再刻画一下。好了，这张图就到这里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难点吧。这个一般他画这个石膏眼睛的难点呢，就是主要是要把眉头和眼睛之间的距离给拉开，眼睛的球体感呢要表现出来，然后眼球和眉弓下面暗部层次变化呢，我们就尽量让它丰富一点，要把握好眉弓到眼球的之间这种层层推进的感觉。那刻画眉毛和眼睛的时候要注意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好了，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